大家早安，現在是清晨的5點多，我們今天要來搭一個平常很少搭的航空公司。我今天要搭的是印尼的國內線，因為這次跨年要去巴厘島，但是機票太貴啦，所以我就先飛到雅加達了。那昨天在雅加達這個機場的旅館，住了一晚。那我們現在要搭天河聯盟成員 Garuda 老鷹航空，然後要搭國內線，然後要前往巴厘島嘍。這是我第一次要搭印尼國內線，也是我第一次印尼航空，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找 Garuda 的商務艙check in的地方嘍。那雅加達機場的話，國際線是用旁邊的 ABCD check in， 國內線在 E 跟 F。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就是 Garuda 專用的地方。那這邊看起來是經濟艙，就是 F 區。那我們商務艙應該在另外一側，我們現在走過去嘍，就在這裡了。反正天河這個天河優享通道就是這個紅色牌子，然後還有商務艙，所以認這個紅色牌子就可以了。SkyTeam Elite Plus。雅加達機場畢竟是 Garuda 的主場，所以就會像這樣 Customer Service 在 Ticketing 前面。然後雅加達機場這2年是有改善蠻多，就是整個裡面都有翻新，現在是算蠻漂亮了。雅加達機場的話，在国際線、國內線這邊都一樣，它有一個安檢通道是專門給那個 Garuda 的，是 Garuda 哦，对，就是专門給印尼航空的，对，所以其實它的主场優勢發揮的蠻明顯。所以我剛剛就是從拿完登機證，然後幾乎就沒有排隊，然後直接就安檢其實蠻快的。大家看到這個機場這邊地方就是新裝潢的了，反正就是這邊是蠻舊的，然後它 T3就是新的部分，現在還在持續的更新當中。走到貴賓室的路上，我們就來先說說為什麼今天是這樣飛好了。對，就是像這種特殊節日啊，大家其實知道，就是你要從台北買那個到巴厘島的機票，其實非常貴，就是特殊節日啦，就是或者旺季。对，但其實到巴厘島還是有便宜的方法。对，那跟大家講2個。這是我的飛法，我因為配合休行，所以我當然就會選雅加達，因為這樣子我的累積銀行 TP 是比較多的。那大家在搭國內線的話，我是用維珍航空可以線上直接就是換了印尼航空的國內線，然後換的是商務艙，對，所以等一下就要第一次來體驗商務艙嘍。那其實還有一個飛法，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回程就會這樣搭，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在貴賓室門口檢查完了，所以我們現在要走進去貴賓室裡面嘍。很少到飛環宇一家的貴賓室哦，早上這個時間是沒有什麼人的時間哦。這貴賓室的空間也是蠻大的，蠻有主場的架勢的，裝潢的也還算可以。Garuda頭等艙還是在某些洲際航線是有的，這就是給頭等艙客人的專門的房間。不過要體驗Garuda頭等，可能這個比較困難。現在是聖誕節跨年期間嘛，所以都會有聖誕節的這些裝飾品。來看看食物區，早上就是有這些可頌、基本的麵包、三明治類的東西、稀飯、蝦餅哦。早上就有一些，然後有炸雞哦，有炸雞，這是腸子。然後這是炒飯，對，印尼炒飯，這一定會有的。還有一堆印尼當地食物，哎，還不錯呢。這是那個巴東牛肉啊，哦，還有這個是辣湯，哦，這主場貴賓室真的有大哎，很深哎。我現在回頭看，真的是一間很深的貴賓室。哦，這還有那個 SPA 區，還可以在貴賓室裡面做 SPA。這是 Domestic Lounge， 然後 Garuda Platinum 跟 SkyTeam Elite Plus， 所以它這邊的話，它是有把真的搭商務艙的人跟高卡的是分開2個區域，所以貴賓室其實非常的大間哦。所以這個區域就是如果你是搭經濟艙，但是你是高卡的話，就會被引導到這個區域，很大間呢。印尼航空的國內線貴賓室是真的蠻大的哎。哦，哇！我怎麼覺得這一間的裝潢比較漂亮？好了，那現在終於坐下來了。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 super nice 有趣。天河聯盟初體驗，天河聯盟我平常常搭應該就只有就是華航小花而已，所以這是第一次搭這個印尼航空 GA， 然後其實國內線，我覺得有超乎我的想象的預期。因為雖然天河聯盟
大家就說烏合聯盟嘛，然後印尼航空也是應該是被看不起的吧。不過，這貴賓室很棒。第一個是空間非常大，也沒有人滿為患。而且它在國內線的這個部分，它有做2個區域。那剛剛我有問那個帶我繞的那個小哥，就還有跟我解釋，它2個區塊的話，這邊是 Business Class 的專區，那邊就是給你搭經濟艙，但是你是天河的高卡的，你就可以去另外一邊的貴賓室。但是很好笑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那一邊的話是裡面那一區，剛剛看有個玻璃門進去的地方，那是新裝潢，對，那邊是新裝潢的地方，很漂亮。那反而是商務艙這邊是沒有新裝潢，但是吃的東西這裡比較多。除了重複的，就是我們剛剛看那些炸雞啊，我拿一點炸雞這些小東西，炸雞這些東西之外，然後這邊的話就有多一區這個印尼料理，就是像我現在拿這碗這個紅色的這個湯，然後裡面就可以加一些什麼雞蛋啊，然後一些什麼飯啊，就是這邊有一些印尼的東西。那一區的話是沒有，它就是西式的那些麵包啊、水果啊，簡單的三樣菜，就是炸雞，然後那個印尼的香腸，然後炒飯。所以這邊的話食物比較多，但是那邊裝潢是新的，对，非常的有趣。但是2邊空間的話，我覺得商務艙這邊的空間是大一點。但那邊也不小哦，它是一個 L 型很深的貴賓室，長的這一側是商務艙，短的那一側是高卡貴賓室，但是那邊也其實也不小。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措施是我覺得蠻不錯的，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貴賓室的問題就是人太多，對，就是你所有的人資格像。我們就一樣拿天河聯盟層面好了，你像台北的話，就是華航貴賓室，就是你是華航自家金，或者拿信用卡資格，或者搭商務艙都擠同一個地方。當然翡翠金鑽是有專區啦，對，但其他地方全部都擠同一區，那其實就是人真的是非常多，人真的非常多。對，那其實這樣其實對真金白銀買商務艙，或是真的換商務艙的人，其實就有時候會有點不太公平啦，有人會這樣覺得啦。不過我覺得見仁見智啦，也有人會覺得說，航空公司應該要多照顧高卡，就是有一派覺得說應該要多照顧高卡，有一派覺得是應該要多照顧就是真的買商務艙的人。那各位觀眾，你覺得是哪一個是比較需要多照顧的呢？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像這樣，就直接分2區。就是不會打架，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有很舒服的空間，主要就是場地要夠大。像新航在新加坡的主場也是這樣做的，它有一個Gold Lounge， 那就是給 Silver Cruise Gold， 就是給新盟金，然後自家金卡，然後拿經濟艙的話或豪金的話，就是用 Gold 的貴賓室。然後有一個 Business Class Lounge， 那就是給你真的搭商務艙的，所以說它就是分開的。我如果舉新航當例子的話，新航的那個貴賓室的話，它的高卡的那一邊的東西就很陽春，然後真商務艙貴賓室的東西就真的多很多。不知道大家支持哪一派？那我剛好順便問他，然後他還問我說：“你回程還會搭嘎路達嗎？”我不好意思跟他說回程我沒有要搭嘎路達，但是他就說下次可以去國際線那邊看一看。然後他就說那邊的嘎路達浪區也翻新過了，所以之前蠻多人說那一間很破，對，但是跟大家更新一下哦，嘎路達的雅加達的國際貴賓室也更新了，所以下次如果搭嘎路達，就搭華航啦。如果你搭華航，就會去嘎路達，對啊。所以這是我的印尼航空的貴賓室初體驗，然後等下是機上初體驗，我也很期待，對，因為就是這種國內線其實他們的最賺錢的航線嘛，就不知道他們給商務艙什麼樣子的服務。那我就簡單吃點小東西，因為其實這邊如果要說食物的豐富的話，是確實沒有很豐富啦。國際線的 Plaza 那邊的話有現煮台，這邊的話如果論食物的話，確實是比 Plaza 弱一點，不過空間是真的非常非常大。对，而且服務人員態度真的是非常親切，這也是我喜歡來印尼的原因，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就是真的是比較發自內心的服務，不是那種皮笑肉不笑，或者只是覺得說好像我拿你的錢我幫你服務，沒有，他們的服務都是很發自內心的。像剛剛我只是就是拿着攝影機嘛，然後在那邊拍，他們就主動發現，然後因為我有探頭發現，那邊怎麼有一區我沒有看過的地方。然後我就走回來，我其實沒有想，我其實沒有過去，是他們主動過來跟我講說，你是不是想看另外那一區啊？那高卡的不能來商務艙這邊，好，商務艙的人可以去高卡那邊，所以他把使用規則也告訴我了。那我們就吃點小東西，然後很期待等一下機上體驗咯。我第一次印尼航空這一趟跨年的巴厘島旅行，就是解鎖2間天河的航司，我都沒有搭過。
GA 是我第一次，然後回程的話，我要搭的是第5航權，就是從巴厘島然後到新加坡是 KLM。对，那這部分我們等到回程，我們再給大家介紹這個神奇的第5航權的航線。總之這一次就是天合聯盟大解鎖。剛剛說到它這邊的廁所是有淋浴間的，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廁所部分。對，廁所的環境也是蠻大的哦，還不錯，蠻乾淨的。然後淋浴間在這裡，所以它的浴室是不用登記的，應該就是先搶先贏。對，然後在國內線的貴賓室有洗澡的地方是蠻神奇的。然後裡面的沐浴備品我們也來看一下哦，好，就是一些當地的雜牌啦。好，不過有淋浴間，我覺得就是小加分啦，因為對，可能有人是長程線轉國內線吧，這邊也可以洗個澡。然後我跟大家再更新一下的剛剛的想法好了，對，因為剛剛就坐下來先簡單吃幾口東西嘛，好，食物是真的不好吃，真的不好吃。好，我懂我朋友在說什麼意思了，對，就真的不好吃。那個炸雞真的是就是霹靂無敵硬，對。然後那個湯還不錯，那是因為我喜歡喝辣湯啦，它那個椰子辣湯。蠻香的，然後裡面可以自己放一些雞絲，然後放一些蛋啊什麼的，那個湯是不錯，就是唯獨比商務艙貴賓室多的那一道菜是好吃的。那邊共同重複的部分，那個炸雞跟那個香腸跟那個炒飯都非常普通，然後那個麵包看了就是你應該不會想拿，對。然後水果也不怎麼樣，對，然後果汁很糟，真的加水加到爆炸，就是真的是超級对，不好喝。所以如果論食物品質的話，真的國際線那邊的 Plaza 真的是好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國內線這邊有沒有 PP 貴賓室，我等一下看一下手機，如果有的話，我也來去逛一下好了。從貴賓室出來要回到 gate 的話，要先做一個像這樣向上樓梯。因為卡魯達它是在一個夾層裡面，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去另外一間貴賓室。我剛剛看一下 TP 卡，還有一間可以去逛逛。那我們在登機前還有一點時間 ，Let's go。那我們剛好今天也算方便啦，因為我今天的登機門就是12，是在貴賓室的正下方。那我覺得也很合理啊，就是卡魯達的班機應該都安排在卡魯達貴賓室的附近的登機口，這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然後順帶一提，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嘛，所以應該是非常合理的，因為 First Class 的休息室也躲在商務艙的這一邊，不是在高卡那一邊，所以卡魯達的邏輯也是真的買票搭商務艙的是優先於就是航空公司的高卡，對，優先於高卡，所以他們邏輯是一樣的。這就是國內線的另外一個 PP 卡配合的 lounge， 我剛剛差點找不到，是因為它真的太小間了，就只有這樣，沒有了，就只有這樣，這麼小，超級小。對，然後裡面的座位就這樣，哇，這真的人滿為患吶！大家可以看一下。不過這邊的食物就真的是比較豐富了。就這邊的食物的話，就是有熱的東西，然後水果，然後這邊的熱食真的是比較多。這邊的東西看起來就好吃多了，然後這個味道看起来比較對，就是一些雞啊什麼的，然後這邊有些蒸的地瓜啊什麼的，然後這邊有粥啊，然後水果啊，還有湯。最重要的是，我們來看到這一區哈，這一間貴賓室的話是有這個現煮的台，像這樣有個現煮台，這邊可以煮麵，然後可以煎雞蛋，然後還有一些印尼的食物。然後還有一些東陽 soup， 還有一些 grill 的東西，所以這邊真的是吃的東西就真的是好很多。卡魯達貴賓室跟這間貴賓室的優點跟缺點剛好完全相反呢，超級妙的。你看這一間就是真的超級小，這真的超級小，這是我進入貴賓室裡面數一數二小的。可是這麼小的一間貴賓室 ，PP 卡可以進來的貴賓室，它是有現煮台，可以現煮一些麵，雖然是很簡單的東西啦，可是我覺得有現煮都是不一樣，對，它可以煮一些現場可以吃的東西，然後熱食台上的東西也比較多。那個雞肉醬油雞肉就比剛剛樓上那個炸雞好吃2倍。剛剛樓上那個卡魯達那個炸雞真的是，哦，硬到完全沒辦法吞，就是啊，我在咬石頭嗎？對。可是就很妙哎，所以不懂哎，完全不懂哎。樓上那間卡魯達貴賓室就是真的很大很氣派，真的大，而且它人真的少。對，啊，這邊就是你看人滿為患，
要找個座位都困難，可東西是好吃的。所以這樣子，我們得到結論了。下次你如果搭印尼航空國內線的標準做法，應該怎麼做？你若肚子餓的話，先來這一間，先直接下到最下面，因為這個也在 Gate 13，這邊 Gate 13很近，先來吃飽，然後上去到夾層那邊的嘎魯達，喝杯。果汁很難喝，可能喝杯咖啡，然後這邊休息就可以了。对，因為那邊就是賣空間而已，這邊是賣食物。這印尼的機場貴賓室都真的是很有趣。對，那我們也差不多了，因為這樣多來一間貴賓室，等下趕快就要去登機了。那我們拍一下我們現點的麵吧，雖然也不怎麼樣，不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麵食，就是不怎麼樣啊。不過它可以選擇做乾的、湯的，它選擇是蠻多的啊。印尼人的服務就真的是都很不錯，因為他看到我，然後外國人嘛，然後他就直接就是說，哦，你要去巴厘島玩嗎？巴厘 holiday？ 哦 ，yes yes yes， 这就是很 nice， 对，我覺得不錯，對，至少在我個人主觀意見來講，我覺得印尼就是來觀光的品質的服務態度，我覺得比泰國好多了。好了，我們登機了，準時登機，剛貴賓室走到門口就直接登機了，超趕的。我們今天搭的是 GA402。今天是12月30號，2024年，我們從雅加達要飛往 Denpasar 巴黎 ，GA402。比較近的這幾個 gate 都是嘎魯達，所以雅加達機場其實蠻簡單的，它其實就是 gate 1到10的那一邊是國際線，11之後是國內線，所以 A、B、C、D、E、F 它就是一個航廈 Terminal 3，這樣你就完全懂了。對，所以嘎魯達貴賓室的話就在12的上面，然後剛剛那間很小貴賓室在13。然後1到10那邊就是國際線，所以我們常去的那個 Plaza 那一間就在7號那一邊。所以如果你聽到什麼1號、2號 gate，就是要走到死掉了。那比較近的 gate 當然都留給主場航空嘛，這也很合理。好了，我們到登機了，我們到飛機門口了。哦，這是我今天的座位6A 商務艙的第一排。對，所以它商務艙是總共有12個位置的配置。今天這個印尼航空的這個初體驗真的蠻有趣的。对，它的裡面商務艙就是738嘛，所以就是也是蠻基本的22的配置，然後座位也還算舒適。我等一下躺躺看，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對象就是馬航嘛，然後還有上次我搭過越南航空，東南亞這幾家我覺得可以比一比。我是有期待國內線的餐食長什麼樣子，對，因為上次越南航空的餐食的那個短程線我覺得還不錯，對，那這是差不多的時程的航線。早上第一班，早上7點鐘雅加達起飛，巴厘島的班機真的超滿，所以他們說巴厘島現在就是超級旺季這樣子。可是我也不懂，因為巴厘島現在是雨季啊，對啊，那但是很繁忙。然後剛剛上來的外國人啊，然後就是走到這就說這就是那個好評如潮的要加$300單程的那個商務艙就是那種很不屑的那種口吻，很好笑。所以確實沒有錯，就是這一段的話就是。你如果是買現金票，這個商務艙短就是不到2小時的航程，這個從雅加達到巴厘島這個商務艙的話，印尼航空這個商務艙確實是要賣到台幣1萬多塊的，來回好像是2萬5，對，所以這個確實是蠻貴的，所以這個用維珍航空換是非常的划算，我才花了14500還是15500，我忘記了，里程就換到商務艙，而且是線上就可以直接按，不需要打電話，也不需要 online chat。真的是方便到爆炸，什麼時候可以 online 換華航？不對，華航什麼時候放位置呢？大家如果維珍燒不掉的話，也可以考慮來印尼玩一玩，然後換印尼航空的國內線，對，其實也蠻不錯的，就是使用方便。對，然後我剛剛登記也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對，就是換了票之後一切都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再分享機上的餐食嘍。這是印尼航空的迎賓飲料，這個紅色的汁，還有印尼航空的這個 mark， 然後還給個 chips 或是 nuts。然後這是熱帶水果，然後他也講不出個所以然，我喝喝看。比剛剛貴賓室的果汁好喝100倍，這至少還能下咽，是蠻特殊的味道。對，這東南亞這些國家都有這種特殊的東西。那個像馬來西亞航空是那個紅心芭樂汁嘛，然後那個上來的這個熱毛巾是熱的，這很重要，熱毛巾是熱的。所以目前熱毛巾是熱的，然後迎賓飲料有特色，說不上很好喝，但是有特色。然後還有一包 chips，
服務人員態度很好。因為很少搭這個印尼航空，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印尼航空好了。那大家很少會聽到印尼航空，是因為印尼航空它就是一個國際線，就規模比較小，它的國際線組成非常的簡單。除了東南亞之外，它一個禮拜就是東京1天2班，雅加達、巴厘島各1班，然後首爾是1天2班，再來就是上海1周6班，廣東1周4班，對，然後沒有了。然後歐洲是到阿姆斯特丹1周2班，然後到澳洲的話有一些巴厘島到雪梨、墨爾本1周各7班，雅加達到雪梨1周5班，雅加達到墨爾本1周4班，然後中東的話就到吉達1周是4班，多哈1周7班。它即便連 region 東南亞的航線也非常的少，除了雅加達、曼谷1周7班就是1天1班，雅加達、吉隆坡1天1班。然後巴厘島、新加坡1天1班，泗水、新加坡1天1班，最多雅加達到新加坡1周27班，就這樣沒了，已經幾乎念完它所有國際線，就這樣。所以它整個國際線這樣全部加起來，真的規模很小。那國內線是它的主力，國內線最繁忙的航線1周61班的，就是雅加達到 DPS。跟雅加達到蘇拉巴雅都是1周61班，這是它國內線最繁忙的航線，所以我們接納的就是它國內線的最旗艦、最繁忙的航線 CGK 到 DPS。機型也很有趣，它主要當然就是738最多，還有41台，然後分別商務艙有12個，經濟艙有150個，然後裡面還有一部分是配置有頭等艙的，是飛阿姆斯特丹，然後再來它有8台的777-300ER飛哪裡呀？那其他台777-300ER我怎麼都沒見到啊？然後它還有3台的330-900neo，它還有339，這都新進的，我都不知道它飛哪裡，我倒很好奇，我想飛看它339。然後330有16台，300有16台，200有3台。不過它330很有趣，它330有3種配置。商務24，經濟263，商務36，經濟215，還有一種是全經濟艙的330，可以放361個位置。哇，真的是努力傳，真的努力傳。我猜這應該是為了他們應付那個中東，不是有那個祭典的時候，可能就要往來中東，就需要這個大量努力傳去載，這真的很特別。總之是間非常特別的航空公司，對，它的國際線真的是很小，不過它卻有339，我真的蠻好奇，想讓大家看。然後777-300ER頭等艙，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好像聽說是可以用 Flying Blue 是可以換到他們家的頭等艙，我不知道，說不定有機會試試看，因為真的是蠻有趣。總之就是印尼航空，對，Garuda。餐食來嘍，這個雞肉飯的早餐，然後這是印尼一定要有的 crackers。然後這是一些奶酪、水果，還有我點的咖啡，中規中矩。它的另外一個選項是 omelette， 但是搭印尼航空吃 omelette 都一樣，就沒特色。我喜歡吃當地特色食物，所以今天早餐的部分看起來比貴賓室的食物好吃。我剛剛覺得真的太妙了，就是以印尼航空而言，要在貴賓室做一個好吃的食物，其實應該絕對是不困難的。為什麼在貴賓室的食物這麼難吃呢？因為樓下那個那麼小的貴賓室都可以有現煮，他們有現煮應該是對他們不困難才對。我也不懂，反正我現在就趕快來吃個東西，然後我們要休息一下，因為昨天幾乎沒什麼睡，等下要補眠一下，這樣到巴厘島好好的玩一玩。下次會再找時間再來體驗看看，因為我覺得印尼航空的國內線也挺有趣的，有時候當然國泰很棒啦，但就是也是要試試看不同口味嘛。737-800的廁所應該長得就都一樣，所以我们就拍下它這個備品，味道還行，然後沒有什麼鮮花擺飾，就是很基本的737-800的廁所，就給大家繞一圈參觀一下嘍。巴厘島到嘍。巧克力也是房子圖案的巧克力，不過大家看到問題所在了嗎？就是這個巧克力完全沒有可以放的地方，有鬱金香，這好像還蠻合理的嘛。這真花還是假花啊？